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嘅。咁中國發改委呢，睽違9年之後啊，上個月首次公布咗一個新版嘅國家以工代賬嘅管理辦法啦，就要求呢地方政府要為呢啲咁樣嘅農村勞動者係揾更加之多嘅工作機會，譬如係拓闊道路、挖掘水道，就算呢原本嘅工作呢係要用機器嚟做呢，更有效率，你都仍然係要用人力去保住佢哋嘅工作飯碗。呢個辦法嘅第28條提到啊，可以用人工嘅盡量唔好用機器，能夠組織當地群眾去開工嘅盡量唔好用專業施工隊伍。咁《華爾街日報》講到啦，呢一個指示啊，係反映緊北京呢對於經濟下滑、農民工嘅就業機會逐漸消失嘅一個憂慮。報道指出啦，中國咧近3億嘅農民工過去係可以好容易喺建築工地或者工廠揾到嘢做啦，但係啦，而家中國嘅經濟咧越嚟越去偏向一個叫服務導向啊，好多工作咧消失咗，而中國嘅房市亦都係持續低迷啊，全球對中國嘅出口需求咧亦都冇以前咁大，所以農民工今年嘅就業壓力咧係唔細嘅。而恒生銀行嘅中國首席經濟學家王丹就講啦，佢話啦，低技術嘅勞工嗰個就業壓力咧，會係今年一個好顯著、好大嘅問題。佢估計咧，由於城市就業機會萎縮啊，會有300萬嘅低技術勞工咧係滯留喺鄉村。咁呢啲經濟學家認為啦，精準去評估中國農村嘅就業情況咧，會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因為咧喺城鎮地區官方失業調查入邊，大部分嘅農民工咧係會漏咗噶。咁所以啦，北京方面就釋出對於呢個農村勞工就業機會越嚟越擔心嘅信號。咁去到舊年11月，中國發改委同財政部等等5個政府單位呼籲，係會採取更加之多嘅措施，協助營建、製造同服務業嘅公司去吸收呢啲農民工，而且亦都係禁止企業喺聘用勞工嗰時實施一個年齡限制。咁中國嘅呢一個以工代賬嘅計劃咧，最早係可以追溯到去1984年嘅。咁呢個動作咧，就係喺經濟艱難嘅時刻，北京扶貧、降低農村閒置勞動力嘅辦法嚟嘅。去到2014年呢，呢個計劃嘅指導方針係一路都冇變過嘅。去到上個月，發改委先至公布新嘅指示，去叫呢啲地方嘅官員加倍努力啊，或者再講清楚少少啊，以工代賬呢，就係話政府係投資建設基礎設施工程，而受幫助嘅人呢，就會去參加工程建設，去獲得一啲叫做勞務報酬，去取代呢直接救濟嘅一種扶持嘅政策。咁以工代賬呢，係一個叫做農村扶貧嘅政策嚟嘅，國家就要安排呢一個咁樣以工代賬去投入建設，去幫佢哋增加勞務收入。咁啊，講到呢度，我諗大家都開始明白呢一個以工代賬係一個咩意思啦。咁大家都應該明白點解咧可以用人力就唔好用機械啦，因為咧佢唔係話要行翻轉頭啊，佢只不過就係咧佢擔心而家可能會有一個失業率出現，令到啲農民工冇嘢做，所以暫時咧可以唔用機械，用農民做得到嘅就俾農民去做，但係佢唔係直接俾錢你係直接咧係要幫翻佢做嘢。如果咧呢一個艱難嘅時期過咗之後，我相信咧中國係會行翻一個技術導向型嘅社會嘅，因為之前勞動力密集型咧已經係要好多嘅人口紅利先可以做得到噶，但係未來可能你放眼後邊10年啊、20年啦，呢一個人口紅利未必再會有噶，咁所以要慢慢轉咗一個技術導向型嘅社會。而家只不過係一個叫做比較折衷嘅方法去幫助呢啲農民工咯。咁我哋睇翻嗰個叫做新聞所講啦，咁發改委講到啦，話舊規咧已經再唔符合新局勢嘅要求啦。咁呢個澳盛銀行嘅高級策略師講緊啦，最新嘅以工代賬咧，佢個辦法上邊所講係官方預期今年製造業嘅情況咧會係嚴重低迷。咁我哋又睇下佢哋呢個以工代賬到底係有幾多人工啊？咁根據人民日報嘅報導啊，山東聊城嘅起重機操作員同埋燒焊嘅工咧，一日最高嘅人工係可以去到300蚊人民幣㗎。咁呢官員咧就叫佢哋要誠實勞動，
盡可能咧就唔好用嗰啲可以節省勞力嘅機械啦。好啦，咁嚟到呢度咧，我諗大家都對呢個新聞嘅內容有多少了解啦，因為都解釋咗幾個點俾大家聽啊。好啦，咁今集咧同大家睇到呢度先啦。咁你認為呢個以工代賬嘅方式咧得唔得咧？下邊留個言啦。咁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